天赐和童长老对视一眼，发现他们还是低估了陈平，于是转身就想逃。就在天赐转身逃跑时，却见陈平已经出现在他面前。陈平2根手指夹住他咽喉，力道不大，却让他浑身动弹不得。怎么，前2天被我打一顿，今天还没长记性？你敢动我？天赐声音发颤，却仍在硬撑，我可是天渊阁的天骄，你若伤我，伤你又如何？陈平指尖微微用力，天赐顿时脸色涨红，眼球几乎要凸出来。回去告诉你们阁主，再敢打青云的主意，我就拆了他天渊阁。陈平，童长老色厉内忍的怒吼，你若敢伤天赐，天渊阁必定倾巢而出，让你永无宁日。陈平转头看向童长老，眼神冰冷如刀，我怕过谁？回去告诉你们阁主，有种就来试试。说完，他随手将天赐甩向童长老。童长老慌忙接住，却被巨大的冲击力带得连退10几步。墨家众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，墨清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没想到事情会成这个结果，这陈平竟然连童长老和天赐都不怕。而就在此时，墨家上空突然又有10几道恐怖的气息由远及近。当这10几道气息临近之后，众人这才看到10几名黑衣人悬在虚空之中。修罗殿的人看到来人，墨家众人都是震惊不已。要知道，这2重天内，天渊阁和修罗殿那都是数1数2的势力，如今2个大势力竟然都来到墨家了，这让墨家众人胆战心惊。不知道修罗殿的人突然到访是为了什么？修罗殿领头的正是3长老，双眼凝视着下面的众人。天渊阁童长老看到修罗殿的人来了，顿时心头一喜，因为他知道陈平杀了修罗殿的桑坤。修罗殿的人这个时候突然到来，肯定是找陈平报仇的。既然他们没能把陈平给杀了，那就想办法让修罗殿的下手也好借刀杀人。就算陈平别后真的有什么恐怖势力，到时候也找不到他们天渊阁来。原来是修罗殿的3长老，幸会幸会。童长老上前满脸堆笑的打着招呼，可那3长老却根本没看童长老一眼，而是双眼死死地盯着陈平。陈平见状则是神情戒备起来，他知道这修罗殿的人很有可能是来杀自己的，毕竟自己刚刚杀了修罗殿的桑坤。莫青云见到修罗殿的人到来，也是神情紧张。女儿，怎么回事？修罗殿的人为什么突然来了？莫无极问道。父亲，陈平他杀了修罗殿的桑坤。莫青云说道。什么？莫无极只感觉两眼一黑，差点没有晕过去。2重天的2大势力，这算是都被陈平给得罪了。陈平就算是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凭借一个人对付修罗殿和天渊阁这2大势力啊。一旁的莫清晨一听，顿时笑开了花。这一下陈平算是跑不掉了，只要陈平一死，那这个墨家家主之位可就是他的了，就没有人能够拦住童长老他们帮自己了。童长老见修罗殿的3长老没有理自己，心中有些生气，不过这个时候他也只能忍着。3长老，你们是不是来找那陈平报仇的？这家伙可是杀了你们的少爷桑坤。童长老挑拨道。不过3长老还是没有说话，随后身形缓缓落下，然后一步步向着陈平走去。童长老见状，顿时笑了起来。那天赐也嘴角微扬，就等着看修罗殿的人怎么把陈平给杀了。可3长老走到陈平面前后，竟然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随后十分客气地说道：陈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家少爷桑坤得罪了陈先生，简直是死有余辜。不过他也是被人挑唆，还希望陈先生不要怪罪到我们修罗殿头上。我们大小姐特命我来给陈先生道歉的。3长老的态度很诚恳，让陈平有些意外。其他人见状全都懵了，尤其是童长老，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3长老，随后大声问道：3长老，你们修罗殿这么怂吗？
自家少爷都被人杀了，还给人道歉？住口！若不是你挑唆，想要借刀杀人，我们家少爷又怎么会死呢？话音落下，三长老瞬间出手了。只见一道血芒瞬间到了那童长老面前，童长老脸色巨变，双手掐诀，身前瞬间升起一面护盾。砰！伴随着一声巨响，那童长老直接被震飞了出去。而他刚刚一落地，三长老则是一跃而起，又是一道血芒杀到。这一次血芒的速度更快，瞬间刺入了童长老的身体。童长老直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大胆，你们敢动我们天渊阁的人！天赐见状，赶忙跑了过去，想要救那童长老。可是童长老站着一动不动，双眼之中满是惊恐。他的阵法之术高明，可是真正的实力却不及修罗殿的三长老，所以才会如此狼狈。天赐，换阁主。童长老一动不动，咬着牙挤出几个字。他知道这个时候若是没人来救，他跟着天赐是必死无疑了。天赐点了点头，随手抓下童长老腰间玉佩，然后狠狠地捏碎了。瞬间，一股神秘的力量把童长老和天赐给笼罩起来。一道虚影缓缓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。阁主，救我！童长老见状，赶忙呼喊道：“天渊阁阁主到了，不过只是一道虚影。”修罗殿三长老见状，脸色微微一变，当着天渊阁阁主的面杀天渊阁的长老，他还没有这个胆量。我天渊阁的长老，也是你们修罗殿可以随意屠杀的吗？天渊阁阁主声音冰冷道：“天阁主，你的人做了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三长老说道。天渊阁阁主缓缓转头，看向童长老，这让童长老脸色苍白起来。你的人唆使我们桑坤少爷对付陈先生，告知他陈先生有一记宝物，致使我们桑坤少爷被杀。你说我们修罗殿该不该找你们要个说法？三长老质问道。天渊阁阁主当然知道这件事，这还是他的主意呢。只不过这个时候当然不能承认了。你们修罗殿的少爷被那陈平杀了，那就找那陈平报仇呀，找我们天渊阁算什么？是欺负我们天渊阁无人吗？天渊阁阁主冷冷地说道。我没有教唆，是你们那桑坤少爷太傻了，他自己起了贪念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把那陈平身上有一记宝物的事情跟好多人都说了，为什么其他人就没死呢？童长老见有自己的阁主撑腰，也变得硬气起来了。你……三长老背对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你们修罗殿伤我长老一事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，马上带着你的人滚吧。等你们店主出关，我会亲自登门讨要说法的。天渊阁阁主挥手说道。三长老脸色难看，却也不敢再动手了。毕竟当着天渊阁阁主的面，他没有那个胆子，哪怕对方只是一道虚影。三长老也不想引起修罗殿和天渊阁的大战。既然是你到处散播我的消息，那我就不能留你了。陈平缓步上前，天渊阁阁主打量了一眼陈平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果然年轻有为，听说还能越级而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天渊阁？我可封你天骄之位，到时候资源用之不尽。”这天渊阁阁主竟然打算收了陈平，你不配！陈平淡淡的说道。你说什么？天渊阁阁主大怒，身上的气息开始升腾。其他人也都是一脸的震惊，他们谁都没想到陈平竟然敢跟着天渊阁阁主如此说话。我说你不配，你聋了吗？陈平说道。陈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这样跟我们阁主说话。那童长老怒吼道，这个家伙一动都不能动了，还这么牛气。甜皂，陈平冷哼一声，随手一挥，一道金光而出，瞬间穿透了童长老的身体。同时那童长老的脑袋被高高的抛起，然后滚落在地上，滚出很远。轰！一瞬间，一股可怕的气息直接锁定了陈平，其他人则是紧张不已，纷纷向后退去，生怕被波及到了。
修罗殿的三长老见陈平敢当着天元阁阁主的面，把天元阁的童长老给杀了，不由得竖起拇指，牛逼，牛逼！修罗殿10几名黑衣人也跟着齐齐地喊道。这一下，天元阁阁主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这可是当众打他的脸呀！轰！天元阁阁主的虚影骤然膨胀，黑袍翻涌间竟掀起实质般的灵力风暴，方圆10丈内的青石板寸寸皲裂，墨家子弟被气浪掀飞，撞在墙上喷出鲜血。小辈狂妄！阁主虚影一指划破虚空，幽蓝冰锥如毒蛇吐信，带着刺耳尖笑，直取陈平眉心。那冰锥所过之处，空气冻结成霜，地面裂开3尺沟壑。陈平小心！莫青云失声惊呼。莫无极也为陈平捏了一把汗。虽然这天元阁阁主只是一道虚影，但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莫清晨则是一脸的冷笑，他在笑陈平不自量力，竟然连天元阁阁主都敢得罪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而陈平面对着天元阁阁主的攻击，却纹丝不动。就在冰锥距离眉心3寸之际，枪！一声剑鸣响彻云霄，陈平屈指轻弹，指尖金芒暴涨，化作3丈巨刃横空劈下。金刃所过之处，虚空扭曲，竟将阁主冰锥一分为2。砰！两股力量相撞的冲击波横扫全场，墨家议事殿的穹顶轰然炸裂，无数碎石如暴雨倾泻，众人抱头鼠窜，修为弱者直接被震晕过去。烟尘散去，众人骇然发现，陈平负手而立，连衣角都未乱半分，而那金芒巨刃竟将阁主冰锥绞成了漫天光点。就这点本事？陈平冷笑。天元阁阁主虚影首次露出惊容，你……话音未落，陈平突然抬手一抓，咔嚓，金芒如活物般穿透虚影胸膛，瞬间化作9道锁链缠住其4肢。阁主虚影疯狂挣扎，却见陈平掌心炽火喷涌。对付这种虚影，炽火是最好的武器。灭！轻描淡写的一个字。轰隆！堂堂天元阁阁主虚影竟被生生捏爆成漫天光雨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一道区区虚影也敢威胁老子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陈平冷哼一声，扑通！天赐想逃跑，可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裤裆湿了一大片。这位天元阁天骄竟被吓得失禁。看到天赐那模样，莫青云笑了起来，笑得很开心。谁让这个家伙一直牛哄哄的，现在老实了？你想跑？陈平脚底碾碎青石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天赐心脏上。天赐涕泪横流，爬着向后缩。陈前辈饶命！我只是奉命行事啊，什么都不关我的事，我也不再找莫青云麻烦了。天赐拼命的求饶，只想能够留下一命。天渊阁的天骄，陈平一脚踩住其胸口，不过如此。金芒自脚底蔓延，天赐喉咙里发出咯咯怪响，转眼化作焦尸。轰轰！突然2声巨响从远处传来，那2尊武士返回了，10余名天渊阁高手这是被屠杀殆尽。2尊武士返回，直接化作黑雾进入到了陈平体内。看到这一幕，修罗殿3长老满是震惊。这2尊武士也是一技之物，对所以人来说确实是个宝物。不过知道是宝物，但修罗殿3长老眼中也不敢再有半分贪欲。陈先生，既然事情已经解释清楚，我等就告辞，我要回去跟大小姐复命了。3长老朝着陈平抱拳说道，替我转达对修罗殿的歉意。陈平拱了拱手，既然修罗殿这么明事理，陈平也觉得自己杀了那桑坤有些太过分了。一定，若是有时间，还请陈先生去我修罗殿做客。3长老说道。好，陈平点了点头，他是有必要去一趟修罗殿，毕竟杀了人家的少爷，而修罗殿非但不报仇，还跟自己道歉。陈平觉得亲自去一趟，解释一番，也算是对修罗殿的尊重，毕竟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强。
三长老带着人离开了，只剩下墨家众人站在废墟之中。这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墨清晨的身上。家主，我是受墨清晨蛊惑，才做错事，跟着他逼迫家主退位的，求家主责罚。对，我们是被蛊惑的，还求家主责罚。一众墨家高层突然全都跪倒在墨无极面前。他们知道，这个时候再选择站队墨清晨，怕是连命都没了。墨清晨则是脸色难看的像吃了屎一样，颤抖着身体跪了下去。叔叔，墨清晨疯狂磕头，额头血肉模糊，都是天渊阁那童长老逼我的。墨无极看着跪地的墨清晨，面如寒铁，早已经没有了亲情。逆子，我抚养你成人，你却落井下石，该死！剑光闪过，人头落地，全场死寂。墨无极转身朝陈平深深一拜：墨家上下，谢先生大恩。陈平赶忙上前搀扶起墨无极道：墨家主不用多礼，既然青云成了我的女人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理应帮忙的。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墨无极高兴地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墨家众人，大声说道：从今天起，众人再见陈平，就如同见到家主一般。若是谁敢对陈先生不敬，家法处置。拜见陈先生。所有墨家子弟齐刷刷单膝跪地，看向陈平负手而立的身影，眼中尽是敬畏。